大家好，我是朵拉，今天是2月22号，正月13啊，我还得继续在这个中巴县的汴阳镇，靠近冈仁波齐的这边再待一段时间啊。今天的话是阴天，大阴天，对，基本没太阳，所以白天也是很冷啊，接近零下10度左右。除了去那屋子里面做个饭吃了一下，就马上回床里面躺着了。把撒包也抱上来躺着了，太冷了。今天给大家聊一聊我的2023年的视频收益啊，就是看看大家还觉得做骑行自媒体是不是还有前途，还有必要。因为现在一直骑行在路上，所以我没有其他的收入哦，所有的收入都来自自媒体的收益，所以不需要去晒各个平台啊，只需要看这个就可以了。2024年的刚开始还没有提现过，所以还没有任何的记录。2023年的来看一下啊，我总共只有2个平台，大家知道的，一个就是头条系，一个就是小破站，对，哔哩哔哩。大家看到了，总收益是4万多，然后扣除税务的话，大概就是3万7，按照12个月算的话，就月均收入3000块这样子啊。当然还要加上油管的收益啊，油管的收益也是从月收入200到月收入1000慢慢爬上去的，所以平均收益大概就是500左右吧。再看看我2022年的数据啊，我是2022年7月8号出发的，所以说总计应该是5个月收益，这样算下来的话，差不多也就是12000左右吧，对吧？然后相当于每个月收益2000多一点点吧。它这个报税有的时候是加了上个月一起报的啊，所以会有金额比较高的啊。不用看这个，主要看的是总收益。当然，22年这个收益是不够在路上开销的啊，还花掉了我从出发的时候带出来的大几千块钱。就是我出发的时候准备的是3万块钱，然后做完车子、买完装备、搞完车子所有的东西之后，还剩下的几千块钱啊。我也大概看了一下，然后综合了一下，现在全网注册过骑行账号的大概是，对，不1000左右吧，没有1000，有大几百是肯定有的。但是目前在骑行的呢，不管是317、318、109、219，南方、东三省，各个全国各地的还在骑行的，大概也就是100来个左右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以我现在的收益，我得出的分析就是，现在骑行圈头部的大概有7、8个，他们是比较就是可以赚钱的，相当于致富了的，也就是年收入20-30万到年收入接近200封顶的，对，只有7、8位，就是全网啊，全网综合起来差不多8位左右，然后月收入过万的，就是3万以下1-2万啊，差不多2-3万啊这样子，然后可以能存下一些小钱的，差不多也就是比较少3、4位，因为这个位置是卡的比较尴尬的，但是已经算是比较成功的，就是他火不了，但是他也一直就是能够就区2线，对，能够把它当成职业去继续发展下去的，至少已经有希望，把它当成工作兼旅行的这样子的啊。那么剩下的大概就是像我这样子的啊，月收入在3-5千之间的，有10多位吧，10位多一点，对，10几位。是月收入在3到5千的，就是骑行路上起码是吃喝没有问题，没有太紧凑这样子。剩下的前50名的，大概我觉得收入应该有1000块钱、1000多块钱左右。他们的话就是可以满足，如果省一点，如果是男的话省一点，只是路上吃饭的话那个一点应该也是可以支撑骑行的。50名开外的，基本上收入就是100-200的300-500的，我就是完全不够支撑路上开销的但是还是在坚持着，可能在吃老本儿，或者是边打工边骑行，或者是一路都是靠路人啊什么的接济这样子骑着的。
但是其实50名开外的那些一直在更替，一直在更替，这也就为什么骑行的账号会上千，但是在路上的就始终是大几十100来个人这样子，因为他可能后5是为了支撑不住，然后就骑3-5个月，发现自媒体挣不到钱，放弃，然后再来进入一批，然后再3-5个月坚持不下去，又放弃，这样子循环的。所以在骑行自媒体这个领域的话，其实只有做到头部的才能挣钱。但是要做到头部的话，它肯定是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对，就是并不是说你比别人骑得快，吃得了苦，然后毅力更坚强之类各方面的，你就一定能够做到头部，一定能够成功，对，在这个领域成功。因为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天时就是像现在的很多头部，它是当初在疫情期间冒头的，对，就是那个时候能在外面自由自在的到处骑行，玩户外的人有限，待在家里面的人居多，然后大家都会看，所以就出来了这么一批头部，对吧？所以说天时呢其实已经过了，就像很多人友说的自媒体的红利是疫情那几年，红利现在期已经过了。地利就是平台愿不愿意捧你啊。如果说你可能就是没有太大商业价值，或者说可能对平台存在一定的威胁性，对，如果你变成大博主之后，就是综合各方面的因素的话，你可能永远都不可能是平台愿意捧的那批人。所以说地利你不占的话，也是很难说突出重围成为头部的。然后人和就是所谓的人设，对，要么你本身你这个人就是很有趣味性，然后很有人格魅力，很有内涵，很有修养，很有就是吸引到别人的很多与众不同也好，就是优秀的特质也好，对吧？要么你就做那种人设，就是我们这个圈子骑行圈不是塌房了好几位吗？就是一直在演绎这样的人设，对，就是不管他本身是什么样的人，但是他知道这个自媒体骑行的自媒体的网友受众喜欢什么样的人设，然后他就通过剪辑拍摄固定的一个形象，对，塑造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形象去呈现，持之以恒也是能够获取不小的一个流量。就是综合以上，天时地利人和才有可能造就前面的8位能够致富的。然后就是第2梯队，就是月入过万的。其实那也是我希望有的一个目标，就是第1梯队吧，这个强求不来，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。本身我也不指望说一定是要靠骑行去致富的，骑行是伴随自己的快乐，自己的小愿景，然后自己的喜欢的生活方式，对吧？然后能够感受到快乐的生活方式，然后顺便如果做起来了，又能当一份职业，有一份收入，好像确实已经很不错了啊。所以这是我一个要努力的一个方向。但其实呢，第2梯队，如果你奋斗了2年3年还在第2梯队，那么基本上你就是永远上不了第1梯队的。因为第1梯队它存在于新鲜感，存在于那个爆发性增长，对，这就是它有爆红体质的这种才能上第1梯队。如果说你在第2梯队一直是稳步的这样子，当你2年3年4年的时候，已经在全网没有新鲜感了，或者说很多人已经对你的不温不火没有什么期待值了之后，你可能就是不会再有上升的那个，只会有下的那个了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在第2梯队你把它当份工作，再骑个1年2年，最多3年，然后就基本上就是下滑，就必须要走出这个领域了，也不能再继续持续性，就是没有可持续发展性了。
那么像我们第三梯队，其实第三梯队就是候补梯队吧。候补梯队就是有希望，有希望上第二梯队，也有希望上第一梯队，但是也是有天时地利人和的那个靠那个因素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第三梯队的人可能最后会有一半进入第二梯队，然后也有一半可能会进入第一梯队，但是这个是不一定的，也有可能很多从第二梯队直接掉到了籍籍无名的，对，后50位去了，因为慢慢的可能你的一些不好的东西长时间的都凸显出来的人，对不对？慢慢的也会下去，所以说在我们第三梯队的是不确定性的啊。我觉得就是给一些还想出来骑行做自媒体的朋友一些建议吧。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什么特别，或者说你没有什么与众不同，或者说你也就是人格人性也不是那么讨喜的一个那个的话，但是你却一心只想致富，只想搞钱，然后跑出来骑行的，就打消这种念头啊。如果说你是真的热爱骑行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路上的这种生活，你可以就是说做视频贴补生活费，问题其实也不大哦，也是很棒的一种生活状态。就像我现在啊，我在路上都是很快乐的，所以说快乐的同时，现在能让我路上能保持到温饱、自给自足的条件状态，我已经很知足了，确实已经很知足了。但是当然还是希望有上升的空间嘛，对吧？这个谁不想吃得更好？所以一些后面再想说靠自媒体出来，搞钱的，我就不建议了啊。我看到过好多个说，我要放弃骑行的，标题都是搞不到钱呐，没钱了，放弃了，或者说骑行，把我钱花光了，结果什么都没得到，没有意思，骑行一点意思都没有，回家了。就是很多搞骑行自媒体的都是冲着钱出来骑行，所以这一大部分人也是放弃的主力军，就可以这么说吧。感觉每个月都会有50来个人出来骑，每个月都有50来个人放弃，一直这样循环的。为什么这些人他就是目的性太强了，坚持不了？他不能享受路上生活，给人感觉的就是负能量、消极的东西。就这样的话，就更加不受观众、不受网友的喜爱了。他就更加往没有上升的空间呢，就这样子的。所以说，要出来的话，首先你得喜欢这种生活，喜欢了这种状态之后，对吧？然后你传递出来的东西都会是乐观、积极向上、有力量的是那个状态，去感染看你视频的人，那么就会往好的一个方向去发展。时间长了下来，你积累到一定的基础的粉丝之后，你就很有可能就是突破那种困境，从收益几百变成收益2000，变成收益3-5千，这也就是我的一个状态啊。我就是从月收入几百，然后慢慢的到现在，也就是月入3000的时候嘛，就保准路上的吃饱穿暖就行了。月入5000的时候可以升级一点点装备，无论春夏秋冬，其实都是要更换或者添置一些装备的嘛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就是我现在的收益够用，但是没有富裕。对，第二梯队的他是肯定有富裕的，因为男生的话，路上的话，其实也省钱，他们可能一个月生活费就1000上下就可以搞定。有的男生就是已经第二梯队的月入过万了，他其实一年也能攒个10万8万的，对。但是跟第一梯队肯定还是差得很远，都是对照的我的这个播放量和数据推算出来的啊，是大不离的。对，大概就是最高的能够达到年入150万以上，最低的也能有年入20-30万，
也就是他月收入在3到5万。就像我说的，现在头部的大部分都是疫情期间，积攒到了足够的粉丝基础跟那个了。如果说，他们不是在疫情期间出了奇，可能那些头部也不会成为头部，对，他们可能也没有现在的机遇。也就是现在的骑行自媒体红利，也不只是骑行啊，自媒体的大部分赛道哦，它已经过了红利期了，所以就更加要三思而后行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，然后我还想想明天我要拍什么。那元宵节，我不给你们表演个节目吧啊，跳一个土豆舞怎么样？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关于骑行自媒体的收益情况就分享到这里了啊。明天，反正明后天不见不散。晚安，拜拜。